就在果敢同盟军和三兄弟联盟取得阶段性胜利，成功光复果敢之时，缅北的另一大反抗武装克钦独立军却如猛虎下山，连同克钦帮的人民保卫军发起了对缅军方大规模武装行动。这次克钦联军的武装行动显然是有备而来，而且有意效仿果敢同盟军的1027飓风行动。克钦联军将这次行动命名为0307行动，顾名思义，0307行动的发起时间就是2024年3月7日。就在当天，克钦军一鼓作气拿下了靠近中缅边境的拉赞镇门户卡亚高地阵地群，同时对拉赞至湾莫一线的多彭央、纳龙、波耶山、湾莫等缅军基地和营部发起攻击。我们知道拉赞一直是克钦军在缅北克钦帮的总部所在地，这次行动的第一步显然是要改变缅军自2012年以来对拉赞的军事态势。从事态的发展来看，克钦军这次行动的目标绝不只是扩大势力范围这么简单。随后，克钦联军又对通往克钦帮首府密支那的3条公路沿线的缅军基地发动了袭击，也就是巴莫、莫港、葡萄3大重镇连接密支那的公路。缅军的增援部队也接连遭到伏击，很有可能克钦军是要切断密支那与外界通道之后，对克钦首府密支那发起围攻。目前克钦帮战斗最激烈的2个地方，一个是帕敢，一个是孙布拉邦。之前节目有介绍过，帕敢是世界最大的翡翠产地，产量曾一度高达世界翡翠产量的95%，每年的翡翠产值大约在2000亿人民币。一旦拿下帕敢地区，克钦军就有了绝对的经济保障。目前克钦军已经攻入帕敢城区，与缅军展开巷战，当然缅军方不会轻易放弃。另外，孙布拉邦是密支那到葡萄的必经重镇，克钦军已经拿下了镇区，正在攻打缅军46营基地。按照惯例，缅军方对拉赞、帕敢等地进行了空袭，但克钦帮地势都是山地和原始丛林，空袭效果可见一斑。二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，其中一部就是走胡康河谷、野人山路线。当时由于不了解克钦原始森林的险恶，也是损失惨重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克钦武装曾经是缅甸政府军的绝对主力。1948年1月，缅甸脱离英国独立后，受英美支持的克钦支队和101克钦突击队就以5个营兵力并入新成立的缅甸联邦国防军，而当时的缅族军队仅有3个营。之前我们也提到过，当时由于缅甸国内大缅族主义盛行，打压少数民族。1948年8月，克伦邦的克伦族武装率先发动起义，并且联合缅共、孟族、清族等反抗武装，组建民主联军，包围了当时的缅甸首都仰光，差一点就直接推翻了身处仰光的乌努政府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民主联军发生内乱，乌努政府紧急召唤罗湘率领的克钦部队南下勤王。克钦部队抵达仰光后，击败了克伦族军队，又在博固山区击溃了缅共，才巩固了新生的缅甸政府。然而在罗湘与缅共交战期间，克钦族部队和缅甸政府军在缅共根据地制造了莫诺丁惨案，罗湘为此陷入自责，对原本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，开始和缅共消极避战。缅甸政府怀疑罗湘，将其关押并准备送上军事法庭。罗湘设法逃离后，率小部克钦族军队宣布起义，倒戈对抗缅甸政府军。1949年，罗湘率部攻下曼德勒，又南下仰光，但此时乌努政府已经获得了印度紧急援助的10个师装备，并且大部分克钦军在缅甸政府的控制下。在仰光城北受挫后，罗湘再度北上，准备说服克钦帮脱离缅甸政府独立，但密支那、巴莫等地的克钦族首领反对罗湘起义军进入克钦帮，以避免卷入缅甸内战。与此同时，乌努政府派遣了6个营克钦族军队北上围剿，与罗湘刚组建还未形成战斗力的部队在腊戌激战，罗湘战败。在罗湘战败后，残部产生了路线分歧，分裂成了3支武装，一支被缅甸政府招安，罗湘、赵云等人则率346人退入中国被缴械，后被安置在贵州，日后被称为贵州老兵。剩下的一支则由赵丹3兄弟为首返回克钦帮重新打游击，也就是如今克钦独立军的起源。后续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之间为了争夺利益打打停停，不断发生军事冲突，直至今日。目前的克钦独立军大约有3万人左右，总部设在拉杂。克钦军在此时发起0307行动，也正是要借机壮大势力范围。自行动以来，克钦军也已经夺取了缅军方近50个据点。缅甸战事将如何演变？本频道将持续关注，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